我是王迪，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贵元教授性骚扰且强制猥亵我，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因我拒绝，他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并威胁我不能毕业。我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以上举报均有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我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下来我将呈现相应证据，因录音文件较长，为方便大家清晰了解事件，全部过程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最直接的录音证据；第二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说明录音及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最后一部分，附上完整无剪辑版的录音和其他证据。我是波托性唇炎患者，不能受到任何外源性刺激。关于波托性唇炎，大家可以参看画面中的参考文献。它是唇炎中严重且顽固的一种，我在吃饭和喝水时都会有剧烈刺痛和灼烧感。我已用药近3年，至今仍未痊愈。而他在明知我生病的情况下，仍要求亲一下试试，我表示拒绝。录音如下。嘴唇好了？好了吗？不知道。我看着没有，反正是我亲一下试试。是没有，不行。录音证据2，在这段录音中，他说亲一下，并强制猥亵我、亲我、既遂。我一直在反抗，并哀求他停止。录音有反抗声。老师。录音证据3，在这段录音中，他强制抱我并触摸我的胸部，我说不行，表示拒绝。他说要和我做父女和夫妻，我出于害怕让步，表示可以做父女，但夫妻不行。现在是父进一步呗。妇女。进一步。进一步是妇女。妇女进一步。进一步是什么？夫妻呀。夫妻。为啥？夫妻是您跟师母，我不能，就是跟您过情人节呀什么的，有师母。然后是个女儿。那我现在我觉得不满。父亲节呀、生日啊啥的。又是两种都有。有的人两种都有的。哪有？有。这2种身份互斥。互斥。好多那个跟女儿和父亲结婚的。因我拒绝王老师的不合理要求，他在此后的2年多时间里多次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包括且不限于给我安排很多无报酬且不该我干的杂活，多次骂我，威胁我不能毕业。因次数较多，我在此选择最典型的2段，发生在今年的7月17日。我4月底换的这个题目嘛，然后我就是很担心，我这个论文体量太大了，然后真的没有时间，就是帮您做这个东西，我怕到时候12月完成不了，没法正常参加预答辩。你12月能参加预答辩？对。我怎么不相信呢？我现在没白没黑的干活，我现在就是想12月份能正常毕业。那怎么可能？为啥不行？我把这个题目，老师我会在12月份之前把这个论文尽量全部都写完，因为我现在每天工作的时间要到20个小时，起码在18个小时以上，我只睡几个小时。那你这个导师就用1-2年时间，导师的事儿你都不愿意帮，你这是什么样的学生？
老师，我没白没黑的干活，我就真的只是求一个顺利的，能顺利的，就是毕业。这个2天的时间，我真的也挤不出来，因为我这个，您4月底让我换了这个论文，4月底换了这个论文题目，我真的不行，然后以上是最直接的证据，接下来是证据的第2部分，我将按时序向大家依次呈现录音中的重点内容。2022年5月21日，王老师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学术，随后他抱我并亲我，我反抗拒绝。此后我打开了录音，在录音过程中，他又多次强制抱我、亲我、触摸我的胸部，并威逼利诱我与他发生性关系，我都表示了拒绝。身材还可以吧？啊，肌肉挺好吧？帮你多弄几篇文章。我躺平。躺平？对呀，躺不平了。没有，你还是挺上进心的。差就是我这有战国的秦汉的材料很全，我是不给别人。但是你不一样，你就给，你看我这老全的很。这都有，秦汉、战国的这个一介绍就介绍出来了。老师不是说好是妇女吗？这妇女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那不行吧？那不行吧？那妇女那不是好多那个干女儿跟干父亲不也关系不清不楚的？那我们得清清楚楚。要清清楚楚。要不然的话，怎么？你也不跟他说，我也不跟他说，我也说了对我也不好，你也说了对你也不说，咱俩都不说，那谁还知道？他就是说偶尔一下搂一下呀什么，这个也没事。不会，真不会，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那不能让你知道。报销汉子是，如果他们觉得咱俩关系正常，那就肯定大家认为啊，你做的比别人好，所以选上你了，是吧？如果说觉得咱俩不正常，那就说，哎，那他俩不正常，那就是他做的不好，也让他做，所以一定不能做。一般，也不会影响你。你跟那个谈恋爱的那样干什么？我也不会干什么。我要是喜欢你，我就希望你好。你要找个好男朋友，那个找个好我的高兴，我也不会干涉你。我希望你找个好，我要喜欢你，我就希望你好。不会干涉。你在什么时候咱俩不愿意跟我在一起，那咱俩我也不会说强迫你，所以没有什么坏处。现在是进一步呗。妇女，进一步。进一步是妇女。妇女进一步。进一步是什么？夫妻。夫妻是人跟师母，我不能
身份互斥。互斥。好多那个干女儿和父亲结婚的。你男朋友发展到什么程度？没在一起住？没在一起住。没在一起住。没有那种男女关系？没。真的？没。可以啊，你现在不是我听说这个一谈恋爱就住到一起了，社区开放什么的。没有吧？怎么都是啊？什么都是。最终好了。好了吗？不知道。我看着没有，好像是最近。亲一下是不是？是没有发，不行。或者整成你说，你不想了，就换成这个关系。不行呀，老师。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父女的感情。就是由父女直接发展成夫妻。但只能加深程度，不能改变性质。不是。老师。刚才你换衣服了，衣服可以少一点，人家不是那个还有光膀子的吗？过去那个光膀子的好。回避。对。北京那个南城那边，好了。好了。北京那个南城那边都是属于那个穷人。哦。那个次去他们家那个电梯里边，还说，你看我身材还可以吧？啊，肌肉挺好吧？帮你多弄几篇文章。我躺平。躺平？对呀，躺太平了。没有，你还是挺那个，挺有上进心的。搞文章太难了。难吗？难呀。给你想个题目。想个题目，和还没写完呢。哪个和？鹤。附和的鹤的派生。我一喝多就那个失忆了。对，失忆了。哪个鹤来？我就和
禾，禾和那个草字头鹤。我没听清这是禾啊，禾和和鹤啊，对，看过吗？没看不是，那你应该可和鹤一块儿写啊。可因为可它这个他们俩不是同一个词义吧？可他们它是可，你看，嗯那个疑问代词，嗯开头用可，然后后来换成和，换成和以后，那个他才有必要造那个草头那个，哦，是不是？是因为它这个主要用于疑问代词，所以它的本意意才要另外挪造了一个词。你要是这个和它不用于疑问代词，它就没必要再造它。还不是另造词，它假借的荷花的荷。它假借的荷花的荷。荷花的荷。不是荷，不是这个，就是草头一个荷，不是单复的意思吗？它本意是荷花。那个单复的意思呢？单复的意思是假借意。就荷花的假借意。对，就是假借荷花的荷来表示附和之和。对啦。是吗？我给你画一下。这不是这不是这个关系？你看啊。你这。我把这个词给你，我已经调查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个可，这个和，还有这个和，是吧？这个和，好，最早这个可是肯定的意思哈，可肯定，然后假借，代表那个疑问代词和，这是战国秦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把这个疑问代词呢，不用它，用换成它，换成它来表示，换成它来表示这个字的它的本意是喝，就是单复的喝，对，他不是一个人扛着一个锄头嘛，对，单复的好，他借为他了，因为这个疑问代词非常常用，所以它的本意就不能接了，对，不能接了。好，如果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本意是荷花的意思，那就是又把它的本意移植到它了，这个是第一次移植，这是第二次移植，这个是把它的疑问代词的功能移植给他，然后呢，他呢又把他的本意移植给他，那你这样一写，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而且你这一个是他们的关系。一个是时代，是吧？你看这个移植给他什么时候？这个移植给他什么时候？一调查出来很好的一篇。你光写这个，你原来光写这个，那你他这个他为什么把这个单复的意义给他讲不清啊？是不是？你只有加上这个说他把他的疑问代词义给了他，因此他的单复义才给了他，不然的话他为啥要给他呢？你这样一写，就是我这有材料，我哪天来查就行。我这有战国的、秦汉的材料很全，我是不给别人，但是你不一样的你就给，你看我这老全的很，就都有秦汉。战国的这个一解锁就解锁出来了，然后后面那个魏晋南北朝有那个就是那个谁朱翠萍的那个时刻解锁，多好啊，是不是？我拿上去。你这样写，你就抓紧写这个。好。抓紧写出来，我给你看一看，这很好的一篇。而且它这个你看，这复杂性是吧？而且这个呢，它是把那个假借意分出去了，是吧？
这个呢，它是把本意分出去了。为什么？你得分析一下，是吧？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就得光这一个例子还不太好看，有好几个例子一看，比方说把那个分出假借意的那个，分出本意的那个比较一下，看看它两个有什么，分出本意的有什么共同特点，分出假借意的有什么共同特点，然后就能知道为什么它是本意分出去了，有的是假借意分出去。这是第二篇文章。那你这篇文章上光写这个呀，然后第二篇文章你的扩大材料再找那个，因为这个也好多呢，是吧？有的是把假借意分出去的，有的是把本意分出去的，然后比较它是假借意分出去，什么情况下是本意分出去？你又一篇文章，所以这就是说你有写不完的东西，没有写的东西，你写完这个，接着你就写第二篇文章。你写不完的东西，然后你这个扩大一写，然后说不定这个写上去，这个博士毕业论文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或者是扩大角度来写。那你不知道后面这个有没有再分出去什么？这个你再看看，我没有了啊，没有了，就这三个也足以写一个。我觉得我写不好，可能。你那样，你把材料查出来，我再跟你说怎么写。好，慢慢来。先写这3个字。然后你那个，这个材料我已经有了，这个它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和的，就是疑问代词，这个我都查出来了。这个是不是给过我了？给过你了？好像是。是吗？现在的好像更全了，这已经有了。然后你再查这个和这个可能后面点了。然后你第二篇，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规律？就是说，你看有的是把假借意分出去，有的把本意分出去。对。这个我就不知道它它是你反正是无论是什么结论都可以写，它是随机的，就是说没有规律的，还是说它有规律？你说它没有规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你说它有规律那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就是你看那个这个就多了，你看那个那个其是吧？其他的那个其，它是把本意分出去了，是吧？那是本意分出去了，然后假借意分出去的也挺多。那是不是需要多研究几组这种分化字？那你这篇你可以光写这，但是下一篇呢，你就得一组看不出来，就对比说，凡是本意分化出去的，它有什么特点？假借意分化出去有什么特点？是吧？然后呢，再总结他们什么情况下是假借意分出去，什么情况下本意分出去，而且这个它就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方说它是这个是不是？它是哪个一使用的多，还是哪个一使用的少，还是什么这些？因为这个的话，你看它是，你看我现在暂时这样分析啊，你怎么分析？你比方这个可。它为什么把疑问代词分出去？因为这个可的那个本意啊，它是这个使用很常见。那可什么那个，你看那个战国文献很多，可就是肯定的意思，可以的意思。它的这个本意啊，
很常见。所以呢，它这个但是甲介意呢，相对来说应该是这个可的本意用的最长，所以它就保留了这个本意了。这个呢是相反，它是疑问代词的意义用的最长，复合那个意义很少见，所以他把那个少见的分出去了。这个也是把少见的分出去了。那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就是说，它是按这个这个意味的这个常见与非常见这个规律，常见的保留，非常见的不保留，是不是？那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你的从这个几组都是这个特，那才行。但是从这来分析，你看它这个就是这样。那这个常见与非常见就只能看文献用例了。这个常见与非常见就是可以统计的，就统计文献用例。统计你比方说事物的情节几次，可出现了几次，对，然后肯定是几次，疑问代词几次，这个可以统计出来，对，是吧？你就3个文献统计就行，不用说全进行啊，不用全进行。那不是你这3个文献全进行，这是检索的，就是你比方事物的我全进行，郭烈我全进行，是吧？马王堆我全进行，那你还不用说所有的秦汉、战国、秦汉文献，那个不需要的。对，明白。老师不是说好是妇女吗？那妇女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可以看清楚。哦，那不行吧？那不行吧？那不行吧？这妇女啊！那妇女那不是好多那个干女儿和干父亲不也关系不清不楚的？那我们得清清楚楚。要清清楚楚。要不然的话，怎么？你看你也不可能说，我也不可能说，我要说了对我也不好，你要说了对你也不说，咱俩都不说，那谁还知道？他即使说偶尔一下搂一下呀什么，这个也没事。不会，真不会，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那不能让人知道。人的时候就不要那些有亲密的眼神啊、动作呀、什么都不要有，没事。不会的，我也挺喜欢你的。就比较容易沟通，好像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这个心理相应的，天然的心理相应，就是你跟别的学生吧什么的，好像就冷冰冰的那种，跟你就好像有时候也不是每次都冷冰冰，但是有时候就感觉不是冷冰冰。有多下点功夫帮你来。对我自己也下点自己努力，因为你，你那个就是，你将来也得靠自己，对，是吧？就是，但是呢，就是，就我教你一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我觉得挺管用的，它是在这个世界中写论文啊。
搞研究啊，这种是最管用的。比如说这纯粹我这讲你听，那个是有时候不管用的。就是说你听着挺对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但是你说这一边做一边跟你说，就是直接里边写几遍的这个就是这个套路你就掌握了。任何人知道，特别不能在同学们表现出来就是要你想说你表现着本来咱俩是这个大家觉得咱俩关系密切，那就是你正常的也觉得不正常。如果说觉得咱俩关系很正常，那就不正常的也正常。他这个你比如说让你做这个报销汉字时，如果他们觉得咱俩关系正常，那就肯定大家认为你做的比别人好，所以选上你了，是吧？如果说觉得咱俩不正常，那就是说那他俩不正常，那就是他做的不好也让他做，所以一定不能透露出来。一般不会，我也不会影响你，你该那个谈恋爱该什么的，我也不会干涉。我要是喜欢你，我就希望你好。你要找个好男朋友，那个找个好老公，我才高兴。不会干涉你，我希望你找个好，我要喜欢你，我就希望你好。不会干涉你。你说什么时候咱俩不愿意跟我在一起，那咱俩就我也不会说强迫你，所以没有什么坏处。好多人这样，谁发现？还是当一个小棉袄吧。差不多。还是当一个小棉袄。差不多。那样更亲近。不是我说，这样更亲近一些。更好像但是当小棉袄更长久，是吧，老师？这个更长久。当小棉袄更长久。这个更长久。这为啥这个更长久？因为你的前提就是说不会那个，就是不会说因为怎么这个不怎么啦，然后就闹意见啦，反目成仇了，不会这样嘛。那还是这个。当小棉袄才不会，当这个关系很危险。这个更不会。那不行，你看啊，当这样的关系的话，就说我结婚了，不行了，但当小棉袄可以一直，对吧？结婚了不行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只是说不在一起了，不在一起了，但是感情还有，还是其他的还是照常了。那也不能说你结婚了，然后咱们就不联系了，不会的。但是当小棉袄就可以一直过来，就可以跟你。你可能不了解男的，这个男的他就觉得什么才是身心交流呢？就是那个都是好像是浮在表面的，只有身心交流才两个人交融在一起。当小棉袄就是很长久，就可以好几十年。这个更能长久。那个更长久。对，就不能这样不能在一起干嘛？但是呢，感情已经更深了，就基础更深了。也就是说，即使说咱俩不在一起干嘛，然后其他的，这个就更很久一些。你小棉袄呢，可能就是说，你结婚了，这个就淡了。不会呀。因为它本来就淡，不一样。女儿呀，那个是。女儿和夫妻，那多亲近。那不一样。
对啊，女儿和父亲还是挺。他就是这个，好像还是不是深层次的，就是那种身心的这种。感觉女儿跟父亲就还是挺。我是想有一个，一直遗憾没有个女儿，但是那个就是还是浅层次的。老师，不行。现在是妇进一步呗。女，进一步。进一步是妇女。妇女进一步嘛。进一步是啥？夫妻呀、夫妻。不行。不行。对。夫妻是您跟师母，就我不能，就是跟您过情人节呀什么的有师母。然后有个女儿。那我现在我觉得不满父亲节呀、生日啊啥的。又是这个，两种都有。一种是。有这个两种都有的。哪有？有。这两种身份互斥。互斥。好多那个干女儿和父亲结婚的。这好像没有交融起来。那我们也可以交流呀。那个交流不一样。对呀，思想上的交流。这是一种深度交流。深度交流，那才能真正的心甘情愿，对吧？才是心甘情愿。男的是女的其实也一样，你都觉得也不一样。你和一个男的有那种男女关系和没有那种男女关系，觉得也差不多了。那可能差了很多。他就觉得这个人，你和他是一个人一样。就是像以前那个女的说：“我是你的人了。”那就是那一句话，那什么意思？他是有表示就是一种深度的结合。男的也一样，女的我觉得更是。你只有那种关系，你才能真正和我贴心。要没有那种关系，你别说什么女儿什么都没用。你和你男朋友发展到什么程度？没在一起住？没在一起住。没在一起住。没有那种男女关系？没有。真的？没有，真的。还可以啊。现在不是我听说这一谈恋爱就住到一起了，出去开房什么的。没有吧？好多都是。好多都是。无敌就是这没2天就住到一起了。我是怎么知道呢？有一次，他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呢，他那个他是回家那个就是本来是说明天的，然后今天就他那时候还想管制呢，就今天就要出校。我说你明天的飞机今天出校，你住在哪？他就说那个他还挺实在，他说我不愿意瞒你，说我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他挺老实。然后我就那你说他这个他但是他住到一起也不一定干那个事儿，但是他肯定是住到一起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讽刺他的话，我说你还够开放的啊。然后他说是什么？他说我记得他说是什么？他说现在都这样。他说现在都这样的，反正
确定了关系就住到一起。他给我，他那样说。不是现在你看那个，就是他们报道的那个学校周边，不是那个廉租房什么的，不是，都生意兴隆吗？那都是学生。这个真的是。你还挺那个的，挺做的挺好的。我就是觉得，就是觉得得有结婚才能。对，有那个的关系不太好。像你这样的想法，现在可能没几个人，我觉得是没几个人这样。那有几个是，就是结婚的时候还是处女的，没有，不到，是吧？所以现在大家也都不在乎这个。哎呦，我。所以你看那个现在那个报道说，一到那个假期，那个就是那个做人工流产排满队。这真的是我不喝，老师，我不太渴。我不渴，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太好。没想到你还这么传统啊！你是那个叫什么呢？叫叫什么呢？叫喝了酒都想不起来。珍惜人类，珍惜人类。这个衣服啊，热的。还好。这个可能是不透气。它还好，它还是挺凉快的。你也是爱出汗是吧？我还好，应该算是吧。我爱出汗是好事。出汗是排毒的，你那个血液里边的一些杂质啊什么的，出汗通过吃饭就能排出去。出汗是好事。嘴唇好了？好了吗？不知道。我看着没有，好像是最近是没有发。不行，这是妇女。妇女喂养的妇女，没有血缘关系的妇女。没有血缘关系的妇女，那也是妇女，是吧？那人家有那个兼着的。不能，这两个关系互斥。不互斥。互斥。没有血缘关系就互斥，有血缘关系是互斥。不行，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互斥，就感觉这种身份就只能有一层，不能兼任。那你换一换，把哪个给移出去？把妇女移出去。要么咱这样说，就是等你结了婚了，咱就换成妇女关系。或者整成你说，你就你不想了，就换成妇女关系。不行呀，老师。怎么？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父女的感情。就是由父女直接发展成夫妻。但只能加深程度，不能改变性质。不是，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你结婚了没有这个感情关系，那更不好了，因为这个有这个的话，他就是等于是自己人了，自己人了。但是你肯定你比方说你要找上对象，你结婚了你就不愿意了是吧？觉得不好，你就不愿意了，这个怕那个影响别人啊什么，那时候我们转成父女关
但是那样的父女关系和现在父女关系不一样，就和你谈了8年恋爱，那个关系和谈了2天恋爱那种关系一样的。不行，不对，对的，不对，就是不能转变性质。这个过程中就有点，就是超出父女关系的部分，道德枷锁太重。道德什么？枷锁有什么道德？有呀，你不妨碍别人你看我们是师生，然后就有那样的关系，就是道德枷锁太重。那枷锁这东西不是就是自己想的？那枷锁是现实存在的。那什么枷锁呢？那是我觉得更是的嘛。枷锁那是吧？现实存在。那现代现代社会那个这种情况多了，鲁迅啊什么的，好多人都是这样。有什么枷锁呢？那枷锁就是想的问题，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开始可能那不行。会。哎呀，我比你那个知道。我一直想不通，然后。那是一直想不通，实在是难受了，那就转成父女关系。本来见面的时候就这种自然的这种关系都失去了。会呀。会。怎么可能呢？不会的。会的。不会的。会。不会的，那怎么那个，我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啊，说是你不愿意了，我就反目成仇了。毕竟还是有一段感情，毕竟有感情。不行呀。不行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就是习惯就好了。不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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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不行，老师，那我听听。妇女不能亲脸，妇女不能亲脸呀。可以。不可以。没事。没事。赶紧写这个啊！争取这个多长时间能写出来？我不知道。一周写出来就不慢了。你就是个查资料，有什么可写的？这已经说清楚了。那我这有资料，你哪天来查？我得回头看看。你哪天来查？看看尹德士。我这个尹德士不全吧？全吧。我这有，秦汉的资料都有，张国的。这是什么时候有的？那天看那个好像是隶属。隶属了。早期的，那就对了。我给了你这个东西了。应该是之前您发给过我一个文件。
是吧？嗯，有那个和是吧？我来看一下。对，有这个税减和国电储木。国电都有是吧？那就我这就没有。但是你别的可以查我这个，我这有个材料。这我所有人都不告诉我自己。女儿也不告诉我，要是不是女儿就告诉我。女儿关系远点。这样，所有的资料都有。你看这个维汉节，维汉的夜莺安红节度，一个关剧东皇汉节宣传，这都花钱请人弄的。关剧请安木，然后包山节、酒店、剧院汉节古节、剧院汉节、剧院新节、望山节，什么这个，然后维吉纳，你看这个。这是图书吗？图书不是图书还有什么？有什么意思？图书那哪没有？Word 版可以解锁的。开玩笑，我给你查查这个。查查这个壳，一个，你看这还是壳，没问题。没有。那看来这个确实是汉代才有。你看，汉代查一个啊，汉代那个就是岳麓有一皇朝，是吧？汉代的话，居然汉有六，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东汉西汉。没有，这个里边还没有。然后剧院汉节看看，你是查到是哪呢？我看一下。碑刻，这个也没有。好像是碑刻，好像是碑刻。这个很好。五一广场，1、2、3、4。没有，那就完了。我估计东汉，可能在小篆之后了。没有。哦，对，是隶书。那和小篆差，你篆文之后。你说是喝酒了，怎么和我一样的糊涂？篆文之后。这个字太晚了。这个里边，草头是草头。这不是。这个，那就魏晋，南北朝。但是小篆有了，嗯，小篆有这个字。
说文有这个字。说文有这个字啊？对。嗯。隶书为客。但是说文是不足姓的，说文是好多隶书改回。那有可能还有这种情况。小站已经有了啊，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他什么时候有都行。说文解释是什么？芙蕖叶。那就荷花是吧？他说的是荷叶。我写荷花，那荷负担的那个意思呢？后来才有。他负担的意思应该是后来移植过来。移植过来。还是你眼睛好。322。老子。马王堆。马王堆就有了。但他用的不常见，估计是没见过去，就没那个附带意没见给他们。还没有呢。你看这是荷叶的，这不是附带吗？他这个引用的是，你看这个是清代《公羊传》有。但是这是《周易》也有。啊，荷本作荷是吧？这对传世文献，不足信。他这个马王堆不知道是啥意思。马王堆不知道在这儿用的是啥。马王堆。这个马王堆啊，这能查着呢。马王堆。这个有理。因为马王堆这个能查，不是。对，我查完告诉你。我回去也看。老师再见。我拿上。好，拜拜。没得。拜拜，老师。